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次呢来谈佛法啊。那佛法呢，它对我们人的心理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那么当然，佛法分析心理的时候呢，有佛法的一套的哲学，一套的这个理论。那么这套哲学呢，这套理论呢，它在整体的佛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呢，心毕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中心、最核心的这个部分。我们很多行为、很多语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功能，然后在运作的过程中发挥出来。那么佛法呢，它在佛法的心理学里面呢，当然有它的一套思想、哲学，甚至也包含了宗教信仰的一种这个理论在里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分析里面呢，其中一个部分呢是很重要的，就是呢，它从我们现实的生命的这个心在运作的过程中，那么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分别。那么这个呢是在佛法的修学里面也有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见，正见到所谓的善和恶。那么正见到善和恶呢，就是显现出来世间的某一些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当然重点呢是在我们人的行为。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里面呢，一定有善和恶的这个行为。那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有善的行为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造善业。那么造善业的时候呢，这个业它会形成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力量不断的在凝聚的过程中，它就会显现为一种果报。这个果报显现的时候，假如它是有这个善业形成的，那么招感到的这个果报当然是属于善报。那如果是这个业呢是不好的，我们叫恶业。那么这个恶业呢，它在运作的过程中也会不断的累积了它的力量。当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呢，也会是一种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因为是源自我们这种不好的行为，所以这个果报显现的时候，当然也就是跟这个恶法相应的一种果报。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善业和恶业，实际上呢，它都是发自我们内心。所以佛法在分析心理的时候呢，它把我们的心理分成不同的类型的功能。那其中比较主要的呢是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烦恼。那烦恼的意思呢，就是这种心理作用，这种心理功能在运作的时候呢，它会烦扰我们的心，扰乱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当这个心理作用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烦扰了，会被扰乱了。当我们的心被烦扰、被扰乱的时候，就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然后甚至呢显现出来的行为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恶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心因为被烦扰、被扰乱的时候呢，它处在那种纷乱、散乱，然后不稳定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语言，多数就会是恶行的，就是不好的。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这个心理的功能在运作的话，这个叫做善心所善心所法，也就是善的一种心理。那么在佛法对这个善和恶的分别呢，其实它可以非常简单的去说明它。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我们说烦恼，那这种心理功能发挥的时候呢，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烦扰了我们的心，扰乱我们的心。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我们所造出来的行为，一方面呢向内是伤害了我们自己，那么对外的话呢，它就伤害到别人。所以会伤害到别人，然后干扰到别人，扰乱到别人的那种行为，那么当然就是不好的行为。那这个善的行为、善的心所法呢，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种心理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处在一种比较安定，然后没有被干扰，然后是跟所谓的善法，比如说慈悲有这种信心，然后有其他的一种这种好的这种心理的功能相应的。那么类似这样的一种心理，当它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化为一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呢，对我们内在的修养，它就发挥了作用。然后对于外在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行为造作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帮助到别人，或者是让别人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愉快，或者是会有一种好的那种结果或者是承受。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分析里面，当然简单的去理解它。那么平时呢，我们因为烦恼很多，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去造作不好的这个业。那么当这个业显现为一种果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果报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好的果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因为这个果报变成一种障碍。变成一种障碍的时候呢，原来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它相应，所以因为这个内心烦恼跟它相应了，又显现为这个外在的果报，又显现为一种比较负面的不好的，所以呢，我们的行为很容易又在造作，又变成另外一种障，叫做业障这个我们之前谈过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当然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如果我们呢自己本身心里面呢在升起的这个烦扰恼乱的心理的时候，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去。那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烦恼它是会造成这种比较不好的这个后果的。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的一些外在的现象，它的确是会产生这种烦扰恼乱我们的心。因为有一些呢是逆我们的意愿的，有一些呢是显现为一种很负面的这个状态的。那这个当我们遇到我们的内心可能会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那如果我们的烦恼的心跟它相应的话呢，那么可能我们就形成一个恶性的这个循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转念我们这个转念呢，就是要把这个烦恼化为一种在佛法里面叫做菩提。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在遇到这种外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让烦恼的心去跟它相应。那不让烦恼的心跟它相应呢，我们要让一种所谓的菩提的心。菩提其实在佛法里面呢，或者是在我们的文字的翻译里面，就是觉悟。那么这个觉悟的意思呢，也包含了一种智慧，包含了一种清净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在面对这样一些外境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外境形成了一种障碍，然后引发我们的这个烦恼障，反而要把它转成一种菩提的心理。那这个菩提的心理，觉悟的心理有智慧清净的一种心理，其实就是跟我们善心相应的。那么这个善心原本就是我们的心具足的一种功能，那我们现在呢把它转念了，转化为这个善心。那么在佛法的修行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这样的一个转念呢，会帮助我们把原本可能是依这个三障而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去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把它扭转过来把它转化过来，那么把它转到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去，就转向菩提的大道去。那么在经典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部经典有一品就是《华严经进行品》，它在这一方面呢，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因为它告诉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转一个念。那么这个念呢很重要，就是我们把遇到的事情跟一些善法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事情，
我们发愿，然后转向这个菩提道，转向更好的方向去。然后如果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不好的事情导致我们起烦恼心，反而导致我们起一个正念，一个慈悲菩提的念。那么当我们起这个慈悲菩提念的时候呢，我们转了这个念，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呢去发愿去思考。所以净行品呢，它让我们遇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转念，然后呢往菩提道的这个方向去发这个愿。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修行呢，然后我们发现到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的启发非常的有意义。所以这一品呢叫做净行品，清净的一种行为，其实就是菩提道上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们把我们面对的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不好的说是这个烦恼咯。那么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做一个转念。那么好的，我们回向，我们发愿，让它更好。那么遇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烦恼的，我们呢转念，也让它转向好的、更好的这个菩提大道去。那么如果我们的心这样子清净了，我们的行为自然就能够往这个方向去。那在佛法的修行，这个转念、这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呢，很重要。那么所以这个净行品呢，给我们的启发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修行有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参考我们的书顺便打一个广告，就是生活中的菩提，也就是净行品的一个讲记。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从经典里面得到更好的启发，然后转化我们的行为，从不好的都转到好的去，然后通往菩提大道。谢谢。